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换换口味儿。周末我在家尝试了做土耳其烤肉，非常成功，一定要分享给大家。今天这个视频非常全面，从腌肉到烤肉，再到做饼，还有配烤肉的酱和饮料，我全都学到了。今天全部分享给大家。那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马上开始。土耳其烤肉一般是用鸡肉、牛肉或者羊肉，今天我做的这个是鸡肉版的。准备鸡胸肉和大鸡腿，我是用了2个大鸡腿，然后剩下的都是鸡胸肉，加一块我称了一下，一共用了3斤。把鸡胸肉给它片成薄片，然后再给它拍一拍，拍薄一点。鸡腿给它去骨去皮，但是这个皮不要扔，烤肉的时候还要用。这鸡腿肉不好片，我这刀工不行，我就没片，然后就用刀给它拍了拍，也是尽量给它拍薄一点，要不然太厚的话就不入味儿。然后就把鸡腿肉和鸡胸肉放在一起腌制一下，放无糖酸奶，如果有希腊酸奶的话，放希腊酸奶更好，我就是用的自己做的无糖酸奶。放1个洋葱，再抹点蒜泥。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土耳其风味调料，没多少钱，10块钱就这么一小瓶儿。这个调料我是放了40克，这个就根据口味放就行，因为我们北方人口重，放少了我觉得吃着没味儿。这个调料里有辣椒、孜然、黑胡椒、芹菜籽、味精、香精什么的。你要是不想买的话，你就再放一些我说的这个什么辣椒、孜然、黑胡椒、芹菜籽、味精啊什么的，然后再放一些油和盐给它抓匀。抓匀以后，因为我看颜色不太够，正好我们家有这个红椒粉，我就又放了一些红椒粉。其实我还想再放点辣椒的，但是因为还有孩子要吃，我就没放。买的这个调料里虽然有辣椒，但他吃着不辣。抓匀了以后腌制就行了，最少得腌制4个小时，能腌制1晚上更好，可以提前1天晚上就准备出来。肉腌上以后就来做饼，这个饼做起来很简单，就是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，揉成光滑的面团就行了。这个揉好的面需要软一些，感觉就跟咱们做家常饼的软硬度差不多。我摁一下，你们感受一下我这个面的软硬度。揉好以后就给它拿去发酵，差不多发40分钟到1个小时，发到2倍大就可以了。然后就给它分割一下，我是分成了70克一个，差不多是能做12个饼。滚圆松弛20到30分钟，滚圆完了以后就赶紧把烤箱预热上，因为这个擀开以后就不用再发酵了，就可以直接烤了。烤箱的温度一定要够，它才能鼓起来。烤箱预热230度，如果你有石板的话，就把石板放进去预热；如果没有石板的话，你就把烤盘也放进去预热。这个面松弛好了以后，就直接擀开，擀成一个圆饼状就可以了。我建议是不要太薄，面团如果比较粘手的话，就撒一点面粉。我就是擀到了这样的状态。然后就给它放在油布上，也不用发酵，直接放到烤箱里230度烤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了。其实也是可以放在平底的铁锅里，一张一张烙的。如果你那个铁锅温度够的话，它也是可以鼓起来的。不过用烤箱的话，一次可以烤4个，比较节省时间。基本上它全都鼓起来了就熟了。因为家用烤箱最高不就是230度吗？我觉得它上色不太好，我就想说尝试一下，刷点蛋液，看烤完以后颜色能不能好点。这就是刷完蛋液烤出来的，我觉得吧，刷蛋液就是多此一举，还不如不刷呢。你们就不要尝试了。然后同样还是这个面团也可以做成薄饼，因为我老公说他更喜欢薄饼的，所以我就给他做几个薄饼，就是把这个饼擀得薄一点，然后就放在铁锅上给它烙熟就行了。也不用放油，像这种薄饼吧，你的锅一定要够热，放上去1分钟之内马上就熟，这样烙完以后饼还能保持比较多的水分，就会比较软。如果温度低的话，熟得慢，那饼可能就会比较干了。两面都有点微微上色就好了。刚烙完的时候摸上去就是有点比较干的，你可以给它喷点凉白开，然后密封保存就好了。我就给它放到我的那个发酵箱里，有湿度嘛，它就变软了。这个肉腌好以后，如果你说我不想那么麻烦，我不想烤了，那最简单的方法就直接放在不粘锅里炒熟就好了。把肉切成薄片，我这个切的有点大了，我就是展示一下最简单的弄熟方法，然后就直接夹在饼里就好了。如果你想来点仪式感的话，你可以试试我这样的烤法。如果你想最还原的话，那你就买个会旋转的烤肉机，一边烤一边片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穷鬼的话，那你就试试我这个用苹果的方法，真的老好用了。苹果给它对半切开，你可以用2个或者3个，看你肉片的大小，然后在苹果上插上签子，再把肉插上就行了。鸡胸肉放个3、4片，然后就放1片鸡皮，这样烤的时候鸡皮的油流下来，这个鸡胸肉就不会柴。
鸡腿肉无所谓，鸡腿肉本身烤完以后就不怎么柴，除非你烤的时间太久，给它烤得太老了，就记得把鸡皮放在鸡胸肉上就行了。最后我还放了点腌过的洋葱，因为洋葱烤的时候也会流汁水嘛，都会给这个肉保持嫩度。再放上苹果，因为苹果烤的时候那个汁水会流出来，流到肉里也是可以给这个肉保持嫩度的。可以用200度先烤30到40分钟，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大蒜酸奶酱，是配这个烤肉吃的。用无糖酸奶、蛋黄酱，然后再磨一点洋葱泥还有蒜泥就可以了，拌匀就做好了。这个酱还挺好吃的，因为这个酱的做法有很多种，我找了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我们能接受的口味，然后再准备点配菜，生菜、小西红柿、酸黄瓜，还可以再做一个特别简单的他们土耳其人配烤肉喝的酸奶饮料，就是酸奶加凉白开加盐，应该用土耳其酸奶或者希腊酸奶，但是我没有时间过滤乳清了，所以我就用我自己做的无糖酸奶，我少加点凉白开就行了。水量就自己掌握，如果你想喝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，如果想喝稠一点的就少加点水。这个饮料就是一定要有泡沫，你把酸奶给它打出泡沫了，然后再加点水加点盐就行了。如果没有打蛋器的话，你就放在一个罐子里使劲摇晃，给它摇出泡沫来，然后再根据个人口味加点盐，拌匀就可以了，特别简单。这个饮料的土耳其语名字叫 Ayran， 打匀以后倒在杯子里就行了。再放点薄荷叶装饰一下，我们家没薄荷叶，我放的是罗勒。我尝一下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味道，我也是第一次喝，味道还可以的，我个人是能接受的。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咸味的酸奶饮料，我觉得不难喝。我这个肉烤了40分钟，其实40分钟里边肯定是熟不透的，可以先把外边熟了的片下来。烤完以后我才琢磨过来，烤之前应该把这个肉修一下边儿，给它修得整齐一点，这样看着好看一些。就我用的这个方法腌的肉和烤的肉，真的我觉得特别好。你看这个汁水，你看切的时候汁水都哗哗往下流，这个肉绝对不会柴，吃着绝对不干。把熟的部分片下来，里边如果没熟的话就放进去继续烤。就是你们看我这个吧，片肉的时候还是有点厚了，所以你们做的时候把肉再片得薄一点，但是我这个味儿也够，因为我放的调料多呀。把肉尽量给它切得碎一点，然后再加一些生菜、西红柿、酸黄瓜还有洋葱，我忘了放洋葱了，给它拌一拌，夹在饼里，再淋点酱就可以开吃了。再卷个这个薄饼，放点这个大蒜酸奶酱，然后再把肉放上去。这个是给我老公的，我要吃皮塔饼的，因为我以前在路边上买的那个就是土耳其烤肉夹馍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肉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老，还挺多汁的，而且做起来也不难。感兴趣的话你们也试试看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呀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